几日前，宜兴旅店到，我裴氏一门第13代长孙裴世香葬身火海，英年早逝，看之奈何呀！凤冠，不能分啊！少奶奶也在里面，蔡叔公，不要着急，就让世人看看。世香尸骨未寒，裴家上上下下居然为了争夺遗产，活生生埋他的遗孀。一派胡言！你少装模作样了。长歌的行程就你这枕边人知道，他出事，你嫌疑最大。我同世香夫妻恩爱，为什么要害他？当然是为了独享堂哥的财产呢。这谁不知道？裴世香裴大少，商界翘楚，行业通览。这全国3%的钱庄票号，可都是由他掌管。你宁死都不交出印信，还说没有阴谋。我是裴世香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我再一日就要替他守家业一日。哦，好，这裴家长媳事已审讯，那就给你请个贞节牌坊，全你面子。封官。世香，我好想你啊！你怎么还不回来？没关系，那我去找你也很好。哥，这么热闹呢？少爷，大少爷来了！少爷来了！世香，三叔公，世香，我就知道你没死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终于回来了。如此热情相迎，倒是让人难以消受啊。大嫂，你说你是世香的弟弟，可有什么证据？我以为我这张脸就已经是最好的证据了，毕竟大嫂连自己的丈夫都认错了，不是吗？当年世香的母亲诞下两子，本是大喜之事，可大事连起数卦，均是大不祥，只好二子留级，我便是那个幸运片。这个是兄长写给我的信，想必他的字迹总认得吧？弟亲戚，兄世香，是世香的笔迹。世香知晓旧事之后，对弟弟心怀愧疚，一直设法寻找，原来已经找到了，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。大嫂，对这封信的真伪没有异议。今日在大哥灵前，大嫂情真意切，着实让人感动。想必大哥说的话，你也不会不听。当然。那就辛苦大嫂，将信念完吧。裴氏长房一脉归于你我兄弟二人，愿将名下所有产业交于二弟，共谋大事。胡闹！裴家产业庞大，岂能如此儿戏啊？裴家产业，三叔公，裴家能有今天，全都是世香打下的天下。他愿意提携族人，扶持乡里，并不是让您将这一切理所应当归于裴氏，更不是在他死后与子之虎视眈眈，想要杀了他的妻子，分割他的财产。你是打算把印信交给他吗？不，你既不认可裴家，又不肯将财产交予我，莫非坊间传闻杀夫夺权并非空穴来风？
世香将印信交给我，我必须亲手把完完整整的裴氏还给他。裴世香死了，你怎么还？有这点心思，不如给他烧点纸钱。总之，我是裴世香的亲弟弟，这封信是大哥的遗嘱，于情于理，裴氏都应该让我来继承。我好歹是裴氏的子侄，以后经营有不懂的地方，我还得养着三叔公你们，总好过将裴氏让给一个外人。大嫂，你口口声声说不是贪图大哥的财产，那此时交出印信，不是更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你们若是觉得世香的死和我有关，那就拿出证据来，让警察带我走。如果拿不出，我一日站在这里，一日就是你的大丧。你不会以为真的凭借一封印信就能在上界站稳脚跟吧？你不会真的以为只凭一封书信就能在裴家耀武扬威吧？大哥在信中提及大嫂温柔娴静，兰心慧喜，百闻不如一见啊。小叔言重了。三叔公，我身体感染了风寒，颇有不适，便先回去休息了。您祖孙二人在这儿好好叙旧。你反了天了！你当真是反了天了！这位大嫂不好对付了。少奶奶，小心！魂剑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哪里还敢顾得上生意？自然要往回赶。听说世香的弟弟回来了，身份确认过了吗？以裴家的势力，难免会有小人觊觎，铤而走险，冒充牟利也可能。如果你见到他，就不会怀疑了。为什么？大嫂还真是不断给人惊喜啊！鬼，有鬼！魂剑，他就是世香的双胞胎弟弟裴世野。这位就是裴氏商行的大掌柜陆先生吗？怪不得大嫂如此有恃无恐，背后另有帮手。陆先生在裴家12余年，同世香一同长大，他们俩的情谊可比你这个亲兄弟深厚多了。不要恶意揣测。那陆大掌柜看到我慌什么？怕什么？只是意外，哪有慌怕？世香是我亲自去收的尸，大火烧得面目全非，我只是于心不忍。骤然看见你与他如此相像，的确一时惊惧了许多。你自己心就好。大嫂既然身体不适，就早点回去休息。顾大掌柜也不是大夫，太像了，对不对？难怪你说见到他就不会再怀疑，确实不得不信。可我不信。什么？我觉得他就是世香。这不可能！阿和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，世香的尸首是我亲自收敛的，我怎么会认错我自己的兄弟？你也说了火势太旺，那具尸身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，无法辨认啊。阿和，如果世香还活着，他为什么不回来？如果他真的是世香，他为什么不跟我们相认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他到底哪里让你觉得他是世香？我仔细观察他的说话方式，还有他的小习惯，确实没有一处像世香的。可就是，如果我说是感觉呢？你信不信？阿和，你就是太想世香了。魂剑，我不甘心，就算是我痴心妄想，你帮我试试他。好。这是青竹帮的标志，竹叶一出即指向暗杀目标。世香在他手底下吃过亏，是认识的。如果他真的是世香，定会有所防备。
如果他装不认识呢？那我安排好的假杀手就会动手，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。青竹帮的主意，试探我吗？不对，目标应该是他。快躲！世香，你先别动，我去看看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有贼，抓住他！少奶奶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别进来。是。这个是青竹帮的暗杀令，刚才有多危险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要杀你啊！如果他们不杀我，你又怎么会来救我？你故意的。你就是世香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是啊。不是。我竟然不知道你这个小叔何时如此关心我这个大嫂，竟然不顾一切搭上性命也要相救。就为了试探我的身份，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，值得吗？不会的，因为我确信我的丈夫会不顾一切赶来救我。疼不疼？大嫂，是不是我大哥走得太久，你实在寂寞，所以看到一张跟他一模一样的脸，就想要勾引？世香，如果大嫂有这份心，我倒也不介意替大哥好好照顾照顾你。既然认定我是你的项羽，又何必抗拒呢？世香绝不会如你一般浪荡轻浮。这不就是大嫂想要的吗？滚！大嫂，如果他可以，为什么我不行呢？你请。怎么回事？青竹帮暗杀目标怎么会变成你？裴视野怎么会在你房里？应该是我问你才对，怎么会有真的杀手？我们说好了是试探，难道真的要他的命吗？既然做戏就不能做太假。你怀疑我，还是在担心他？阿恒，整个裴家对你处处提防，那裴视野更是烟雨梦浪，举止轻浮。如今你我才是盟友，才是最应该彼此信任的。但他毕竟是世香的弟弟啊。算了，那你接下来怎么办？总不能真的将印信交给他。可他如果直接动手争抢，印信我放在绝对安全的地方，没那么能容易找到。那就好。那我先走了。世香的死我也很难过，但既然事情已成定局，阿恒，你应该早点走出来才是。等等，以后还是叫我少奶奶吧。是，少奶奶。
怀疑他？陆文健，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。你九死一生，费尽心思，用假身份回到裴家，连妻子都不敢认，不就是因为怀疑背叛你的人是你最亲近的人吗？我真的不愿意是他。那你有没有怀疑过你的那位夫人呢？她可远没有你说的那般没心。不会。这么相信啊？他若是真想要我的命，我给他就是了。裴大死了这么久，音信都还没有拿到手，现在又冒出了个弟弟，你是怎么办事的？音信还在苏恒手上，只要假以时日。还等？我没有耐心再实施你所谓的计划。既然音信在他妻子身上，那就直接杀掉他。至于他那个弟弟，一起干掉。不行的，裴家大少心丧，二少接着去世，这会引人怀疑。就算拿到印信，也不可能顺利掌管裴家。如今这个机会，您再相信我一次。什么机会？说。这是迷情香，只要我找到机会，裴家、裴二少和信垮的长嫂通奸，施法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他们赶出裴家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拿到印信。你不是喜欢那个裴少奶奶吗？舍得用这个法子？你要嫁给裴家大少爷？为什么？就因为他是裴家的少爷？阿航，你知不知道？其实我疯了！我喜欢裴世香，跟他姓什么、出自哪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样看清我？阿航，文健，你们在这儿。我还有话和文健说。差在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流着和他一样的血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他打小就是人人尊敬的裴大少爷，我只是一个卑贱的下人？凭什么我永远都是输的那个？凭什么？为您效力，她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？再说了，等她名声扫地，除了我，她还能仰仗谁？阴狠毒辣，这才是我认识的陆先生吗？3天之内拿到印信，不然我们会自己出手，你就没有什么用了。是，裴世香，我发过誓，总有一天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都夺回来，所有。如果没有你，少爷尸骨未寒，这二爷才刚回来就夜夜笙歌，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。如果我女不清不楚，三叔公平常最讲规矩，现在竟然就这么由着他。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？三叔公不是由着他，是想借此告诉我，谁才是裴家的主人。我又踩着你了。没关系的，下次跳到这步，我推右脚就好了。那裴少以后跟别的女人跳舞，不得要跳出错来？不会，我只会跟自己的夫人一起跳舞。
正常的小叔是不会把眼睛粘在大嫂身上的，知道吗？你还觉得他是世香？当年世香出去谈生意，遇到了流寇，左胸中枪，再偏1寸，子弹就会打入心脏。我记得你们也是因为这件事才认识的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条件有限，伤口处理得很粗糙。他的左胸有一块不可能消掉的疤痕，那个疤我太熟悉了，只要看一眼。好，交换一下5万。这香香雪兰的味道，李大哥从前不喜欢，我就没吐过了。不过，既然小叔回来，我就要做好迎接新人的准备，不是吗？不过，看小叔的反应，好像也不喜欢这个味道呢。我们兄弟2人审美相似，对香味也是，对女人也一样。你大哥有的，你当然也会有。大嫂应该知道，我最想要的是什么。阴茎就在我房间里，不如晚上你自己来找找看。放心，我会洗掉身上的味的。小叔，先生，该换药了。麻药紧缺，你只能先忍忍了。如果实在特别疼的话，你可以想想特别喜欢的东西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护士小姐，你的眼睛很美。我怎么走到这里了？不行，记住，你现在是裴世言，里面的人是你大嫂。阴性就在我的房间里，不如晚上你自己来找找看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行，一旦被发现，就功亏一篑了。我只是想搞清楚真相，只是进去看看他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大嫂，世香，我好想你。大嫂，你喝醉了。我没有。世香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你不要我了。不是，你没有错。
师香，大嫂，你喝醉了。我是裴师爷，你们不能这样。师香，你别闹了。着了火的安全门，关不住了心跳，不是动不动，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住，不问你因过伤的皮肤，也无法克制不停触碰你的耳后，滑到肩上温柔弧度。三叔公，这可有人亲眼看见裴二走进了少奶奶的房间，不会有错的。砸门！三叔公，这毕竟是少奶奶的闺房，这么闯进去实在不合适。谁不知道你是苏恒的心腹，这么着急阻拦，莫非心里有鬼？这门好像从里边锁了。什么？这三更半夜孤男寡女，房门紧闭的，哼，能做出什么好事啊？你住嘴！我再给你说一遍，我不是裴世强。大嫂，请自重。找过了，二少不在自己房里。什么？伤风败俗啊！家门不幸啊！给我砸门！三叔公，你疯了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数字通奸，抓住会被记住的。比起这个，我更在乎你到底是谁。你们，大家快来看看呀！我的大嫂可真是好一个贞洁烈妇呢。夫君尸骨未寒，这就迫不及待爬上了小叔子的床。裴师爷，你出来！云英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房内只有我一个。那这是什么？三叔公，您一向最重礼数，便由着云英在大嫂房里这样放肆。要是传出去，别人如何看我裴家？家母不幸，我真是出了这样的丑事，我怎么堵着悠悠众口啊！天天将裴家颜面挂在嘴边，到头来为了除掉我，倒是什么都不在乎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释。怎么会呢？裴二明明在屋内，又中了我的迷香。三叔公，有人亲眼看见裴二进来，就没出去，一定有鬼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房间好好的、仔仔细细的搜一遍，一只苍蝇也别放过。三叔公，这里面有师香留给我的私密旧物，难道连这个也要视于人前吗？这也太荒谬了！无论如何，我都是师香的妻子，裴家的长媳，连这点体面都无法保全吗？裴家父子，你嫁给我，实在是受委屈了。呸！什么私密旧物，分明就是野男人。
够了！是是非非，一看便知。若真是世相遗物，老夫自会还你清白，让云英给你赔罪。若不是，看。大哥，三叔公，这就是您还有你们要看的吗？当年我与师香成婚，您和族中诸位长辈反对，说洋人的东西伤风败俗，师香敬重长辈，就应了。可是他说想看看我穿婚纱的样子，我们就去偷偷拍了一张，仅此一张。师香走后，我更是把它收起来，不敢再看。可你们却把它硬生生翻出来打碎了，还要用最肮脏的心思来揣测我。你们摔碎的不是这个相框，是我和师香最后的念想。打碎的是你们裴家立的规矩。既然你们不相信我的清白，那我就要去找师香，让他看看你们裴家人是如何逼死我，让世人看看你们裴家是怎样对待魏王人，让世人看看你们裴家是怎样对待魏王人。少奶奶不要！云英，赶快给你大嫂赔礼道歉。大嫂，对不住。赔罪？三叔公，刚刚是你亲自所说，说我为清白，定要严惩云逸。如今一句对不住，就算过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敢打我？是，我打你是因为你深夜带人闯入我的闺房，满口污言秽语，以下犯上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记住，我要你们都记住，如今我才是裴氏的当家，守的是王父世香的基业，行的是当家主母之权。日后你们谁再敢随意质疑践踏我的尊严，不管是谁，我绝不姑息。你个外姓人也配当我裴氏的家？再说了，世香一命把这一切都交给裴儿，那你就让裴儿亲自与我来谈，反正不是与三叔公你。三叔公您年纪大了，还是少操些心，养好身体为好。把他扶下去。我自己能走。裴师爷，你还在里面吗？大嫂刚才那般咄咄逼人、理直气壮维护清白的样子，连我都信了。怎么了？刚才在床上火急火燎扒我衣服的，不是大嫂吗？我说过，我不是裴世祥，你要不要再确认一下？啊？大嫂既然想清楚了，就不要再来招惹我。我不是大哥，更不是什么正人君子。尤其是对投怀送抱的美人。我不知道啊，只是不想莫名其妙
背一个通奸的罪名，只能往里躲。怎么，大嫂还不死心呢？那我就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。大嫂还不死心呢？那我就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，相信身体的感觉，不会骗人吧？我大哥那种老古板，相信在床上令人无趣的很。若大嫂当真寂寞，何必找这种借口啊？就让我这个做弟弟的，第二次了，大嫂，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，看在你是大嫂的份上，我忍了。可事不过三，大嫂要是没准备好，就别再招惹我了。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阿航，睡了吗？刚才没事吧？陆掌柜倒是贴心啊，深更半夜孤男寡女，一点不避嫌，还来找你。寡妇门前门后，是非还真不少呀。我已经休息了，有什么事儿明日再说吧，陆掌柜。行，那你好好休息。今晚这出大戏，看着像是云英闹起来的，但你仔细想想，门为什么会从里头被拴住？你跟我又为什么会突然情窦难以自持啊？云英的孩子没脑子，虽然事情闹得大，但也只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看错了。我在不在房间里，只有布局的人才最清楚。云一那孩子没脑子，二少从小浪迹在外，才回裴家吧？罢了，我知道你肯定会说什么提前了解过，什么只需一眼就看得出，反正你总有那么多理由，总能自圆其说，总有那么多借口。我无心追究这些。你不是他，因为我的事项，他才不会忍心看我这么难过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放心，这次是找我的。周围没人了，走吧。还得是你靠谱啊。谁让有的猫爱偷腥擦不干净嘴，可自己的猫总得要接回家吧。这衣服是大少爷的吧？一点都不适合你。大少奶奶觉得呢？啊？我同意啊。还是各归各位，还给大嫂。火势太大，人已经烧的，在他手上只找到了这个。不可能，不是石像，他不会死。他不是石像，石像已经死了。可这一切未免也太巧了。你说说你，既然费劲化妆遮住了旧疤，干嘛还要往旁边新添一处刀伤？觉得自己从火场脱险，身体恢复得很好啊？
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没办法，阿恒是护士，若不是当时事态紧急，他被我这个刀伤吸引，没来得及看被遮蔽的旧伤，不见得能瞒得过。你做了这么多，就只是为了推开他，知道吗？裴家内部太杂乱了，何况现在又加上这潭水啊，太深太脏了，远比阿恒想象的还要危险。他不应再被牵扯进来。可你有没有问过他愿不愿意？今天夫人这雷霆手段，非但化险为夷，还把裴家当家主母的身份做事，大出风头。他不见得想当你保护在后的女人，他可以站在你的身边。阿恒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，但我九死一生，换了个身份回来，不是要拉他一起进地狱的。只有他离得远远的，平安活着，我才能奋不顾身的去拼杀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本想拿着遗嘱就能顺利拿到印信，他也能离开这是非地，可是这第一步就失败了。苏恒的事或许还可以慢慢来，可那批货怎么办？再也耽误不起了。是啊，不能再犹豫了。裴家二少既然回来了，就要真正的掌管裴家，抢长嫂的一切。少奶奶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能有什么事呢？你就别瞒着我了。自从你和三叔公翻脸，处处受掣肘，就连那二少爷也拿着所谓的遗嘱，联合族长各大遗老遗少，逼你交出业信。这段时间你过得不太好。没有什么好不好过，在彻底弄清楚世香的死因之前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阿恒，大少爷的死可能不是意外。什么？你查到什么新线索？倒也不算新线索，只是推测。世香这次出门是为了去邺城和李家谈生意，按道理来说应该走陆路，可他却走了水路。按司机的说法，是前天晚上世香只是临时改变路线。这我知道。司机说那天晚上大少爷有点奇怪，和他平常不太一样。我一直在猜想是不是世香遇到什么事情，但是如果那天那个人不是世香，而是有人冒名顶替，故意耽误世香的行程。你是怀疑裴世隐？那日你二人被指有染，门栓是从屋内被锁住的，屋里只有你二人。既然不是你，可这种事情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不对，他进了密室。这个二少爷看似纨绔，实则心机颇深。对啊，世香死了之后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拿着遗嘱的裴世隐，只是他没想到还有我这个大嫂做拦路，所以处处针对。我要去问他，只是他没想到还有我这个大嫂做拦路虎，所以处处针对。我要去问他。阿恒，你冷静点，这一切只是推测，没有证据，不要打草惊蛇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按兵不动。如果他是凶手，这么多天他既然没有接管裴家，那应该马上就会动手才是。少奶奶，三叔公请您立刻去中堂一趟，好像说二少爷有大事要宣布。你瞧，这就来了。一个舞女怎么能进我裴家祠堂？你要真是喜欢，那就留在身边做个小妾吧。飞燕跟了我不少日子，我一定得给她个名分，正儿八经的娶她。这事三叔公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罢，都得办了。哎呦，既然是裴家最厉害的当家主母来了，那这事就交给他做主吧。大嫂与大哥举案齐眉，我这做弟弟的羡慕呀。我年纪也不小了，身边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。
更何况二少爷是要继承裴家家业的，身边总得有人跟他一块打理不是？免得大嫂拿着印信不放，多辛苦啊！所谓长嫂如母，大嫂，我听你的。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想干什么。既然二少都开口了，我这个做大嫂的哪有不应的道理？疯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三叔公既然交于我，那就不要质疑。好，不愧是大嫂，这裴二少娶亲不能寒酸吗？礼单我都列好了，丝绸、白匹、古董若干，还有一批上好的西洋补药，用来给我未来的夫人补补身子，好给裴家早日开枝散叶。二少爷，这也太过丰盛了。我大哥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陆掌柜管不着吧？你说对吗，大嫂？二少娶亲是大喜事，说聘礼太寒酸，折的是裴家的面子。陆掌柜，按礼单准备吧。裴氏想的印信，我便调用印信及全裴氏之力，保证给您和飞烟姑娘办得风风光光。但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从采买筹备到传送运输，必须由我全权经手。好，你想干什么？那就多谢大嫂了。大嫂办事就是利索。飞烟，等你过了门，这当家主母的位置，压力怕是很大呀。若真有那天，我自会交出印信钥匙。但起码现在，裴家当家的人还是我。这些瓷器易碎，箱子里多放点干稻草，塞紧实些。不行，不能用稻草。稻草多脏啊！脏了我的宝贝，你赔得起吗？去换新弹好的棉花来，要又软又干净的那种。按二少爷吩咐的去办。是。这箱子可不得了，这是裴家特制的，带有暗藏、暗扣及防水层的樟木箱，用来运送最珍贵的货物，近年来都不见得用一次。那很贵吧？不止，因为材质特殊，不能铺稻草，只能用上等棉花做填充，所以运输成本也高了不少。这么昂贵，还有暗藏？我的丈夫不会干一些走私勾当吧？担心被人发现？这个秘密，整个裴家只有你和文健知道，我才不担心呢。那是你大哥留下的樟木箱子，很是珍贵，用来运送你和飞烟姑娘的聘礼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大嫂考虑的还真是周到，飞烟，还不快谢谢大嫂，为你的事如此费心。多谢大嫂费心。糟糕，又让他起疑了。轻点吧。手脚都轻一点儿。真的是他，真的是他！如果说之前只是推断，如今这一事只怕是8、9不离10了。裴氏也这么着急成婚，只是为了以聘礼的名义运货。好啊，那我就给他行这个方便。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情况就是这样，苏恒他并非真心同意婚事，而是想用聘礼和樟木箱试探裴氏爷。而我亲眼所见，裴氏爷启动了箱子上面的一个暗格。特制的箱子，果然很可疑。药品，
是裴世香没能送出去的那批药品。说来也奇怪，他是怎么知道这批药品的？莫非是裴世香死之前给他交代过什么？不过好在他还是忍不住出手，让苏恒彻底相信了他是杀害裴世香的凶手。你们的事情我不想管，但那批药品太关键，会影响整个战局，绝不能让他们运出去。陆文杰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那批药品离开裴家的控制之前把它拦下来，是不惜一切代价，明白吗？是。我要替世香报仇。毕竟没有实质的证据，解释厅是不会管的，还需从长计议。来不及了，就算你想从长计议，他呢？难道不会对你有下手吗？裴二少的婚礼闹得沸沸扬扬，人人都知道裴家的聘礼价值连城，土匪和强盗或许我们可以在送聘礼的路上。大嫂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到刚跟你大哥成婚的时候，明明说好要在一起一辈子，可是他现在却不在了。大嫂，我大哥节哀。裴世宇，每次聊起你大哥，你都这么心虚。山路不好走啊。是啊，山路不好走，那大嫂还要跟我一起送货，是为了防着我，还是对我有别的心思？没错，我确实对你有别的心思。哎，你傻不傻呀？干嘛用自己的手去接？没烫着你吧？怕你伤到，哪还管得了那么多？你到底是谁？大嫂，外面情况不对，我去看看。你别去，裴师爷。没事的，你在这好好待着，千万不要动。为什么明明马上大仇得报，我却这么不安？大嫂，外面有土匪。没事的，大嫂，放心。你受伤了，裴师爷，二少爷，你没事就好。醒醒！为什么你要护着我？因为是我害了你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好轻飘飘的3个字，你竟然心怀愧疚，为什么要杀了石香？我要替石香报仇！先生，你醒了。左胸中枪还能捡回一条命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好像
是有福气啊。小当归护士啊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干嘛一直叫我小当归啊？你又不肯告诉我你叫什么，总得有个称呼吧？你的身上有一股药香味儿，是当归吗？不是药香味儿，是何无啊，不懂就不要乱讲。原来不是小当归，是阿恒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你这次出门我总是不太安心。总之，早点回来。只是出去谈笔生意，别担心，我一定尽快回来。毕竟，你是我的小当归嘛。小当归，你说什么？裴师爷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你醒醒！师兄。哎呀，我裴家这是到底造了什么孽呀！啊！阿恒，少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受伤了？都是他的血。是属下办事不力，没能保护好二少爷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二少的命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。闭嘴，别胡说八道。他不可能死。奇怪，他怎么如此关心裴儿？你怎么会在那马车上？我不是说了，计划由我来安排。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？我本想杀了之后，然后去陪他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那你……我没动手，其实他也没什么，就是临到头看着那张和诗香一模一样的脸，下不去手。我们没有实际性的证据，万一误杀了他，他毕竟是诗香，目前在这世界上唯一的血亲了。将来九泉之下，我无法面对诗香的。少爷的伤已经处理好了，失血过多，万幸啊没伤及根本，好生休养，便无大碍。现在可以去看了。多谢医生。慢点儿，当心伤口。有劳大嫂费心了。端药这种事啊，以后让丫头来就行了。这里就我们2个人，你还叫我大嫂？放心吧，我是医女出身，我来照顾你，他们不会怀疑的。大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懂。世香，我不知道你这次为什么换了一个身份回来，但你一定有你的道理。我谁都没告诉，连陆掌柜都没说，只是你何苦瞒着我呢？我真的很想你。大嫂，请你自重，我不是大哥。够了，裴世香，你不是，你会叫我小当归。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2个人这么叫我。小当归，你叫我什么？糟糕，小当归，这是什么奇怪的称呼啊？我从未听过，是不是当时情势紧急啊？大嫂您听错了。好，看来是我太紧张了，出现幻听了吧？
要和粥让丫鬟来送。明日我会再来看二叔。好啊，裴世香，事到如今还要和我装不认识。你既然铁了心要演，把我当大嫂，那咱们就看看到底谁先忍不住。田中先生，这些箱子我都检查过了，就是一些普通聘礼，并不特别。那个裴师爷或许真的只是纨绔。普通的聘礼，只是个纨绔。他身边那个舞女呢？人在哪儿？那个飞烟姑娘说是要提前回家筹备婚事，4天前就出发了。她带了什么？就是一些随行的箱子。您是说，裴师爷声东击西，真正的东西在那个舞女身上？这件事我的人会查清楚。你的任务是尽快掌控裴家。苏恒真的可以合作。只要让他相信裴师爷就是凶手，他想要切实的证据，那就给他。二叔，该换药了。辛苦了，大嫂。大嫂，这样就不怕外面的下人说闲话？寡嫂和小叔茶余饭后总是被津津乐道，不行吗？二叔之前说事不过3，让我不要再招惹你，不然就不客气。我想知道怎么个不客气法。清者自清，我只是为了报答小叔的救命之恩，尽些心意罢了。难不成二叔心里有鬼，害怕别人说闲话？大嫂说笑了，我能有什么鬼啊？说完第一钱，手肘不要绷那么直，如意头。二叔能下床了，看来是恢复好了。还得多谢大嫂照顾。大嫂会打枪啊？世香在时教过我一些，恰逢乱世，总要有一些自保的本事。可惜我还没学会，他就不在了。看啊，这个世上不是谁都无法替代。世香她不在了，二叔还是可以教我，不是吗？我与大哥自然还是有所不同的。是啊，世香最是稳重自持，不过沉稳有余，却不如小叔你这样日常生动，懂得讨人开心。大哥为人正直，像我这般散漫性子，比不了。这是我为二叔熬制的炖汤，
是大哥从前受伤用过的药膳方子，稍加改进，二叔尝尝，看可合胃口。鱼腥草，怎么不合口味？这方子本就有味鱼腥草，你大哥喝不惯，从前做给他时我是不放的。看来我与大哥毕竟一母同胞，口味倒是相近。是啊，看来你们两兄弟性格不相同，喜欢的东西也是不相径庭。也不一定，二叔不妨将自己的喜好告诉我也好好按照二叔的心思做准备。如今已经很好了。是吗？裴家早晚都是二叔的，就比如说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是世香喜爱的，二叔就没有什么想改的吗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我也不太懂，毕竟大哥喜欢，我觉得也不错。是吗？那人呢？大嫂，你这是何意？二叔不必紧张，祖宗长辈交代我待你身体大好，多带你熟悉一下大哥生前留下的生意。毕竟日后也是要和各色人等周旋的嘛。二叔还是早做准备，我就先走了，二叔不用送。阿恒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还是认定我是裴世香，还是……世香却不如二叔你这样生动有趣，懂得逗人开心。飞檐被跟踪了？不对，飞檐明知我在裴家的处境，传递信息并不会这么明显。看来他被人跟踪是真，但消息是假的。有人拦了秦河换了纸条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将计就计。我查到了新的证据，关于世香的死。我重新回到了火灾现场，捡到了这个。这枚袖扣是裴世野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之前在他身上见过。这枚袖口材质精细，价值不菲。裴世野在认亲之前理应是用不起的，所以我就多看了两眼。不过裴二少回归自然是会置半身行头，我就暂没多想。即使你在他身上见过，火场这枚也不能确定是他的。所以我们得确认一下，这枚扣子是不是他掉的。行啊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去办。世香那批货有消息了吗？还没。继续查。哪位？是我，二叔。大嫂。怎么，二叔不让我进去啊？啊。大嫂，这个是……那日你为救我，外套被刮破了，这是我赔给你的，快看看合不合身。大嫂太客气了。哪里不合身，我还可以帮你改一改。很合适呢，身材跟你大哥真是一模一样。大嫂，给大哥做过衣服吗？没有，我不会女红。这件也是买了成品改的。不过你大哥的衣服，我可是改都没改过。
小叔这件还是头一件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什么，诗香走了之后，我也想通了。毕竟我的人生还长，以后注定有很多个第一次不能跟诗香一起经历。你说对吗，二叔？自己的醋什么滋味儿？裴诗香，你活该。你这个袖扣是少了一枚吗？果然，什么时候掉的？我不记得了。你回裴家那日穿的是这件西装外套吗？不是啊，怎么了？陆文健，你为什么要编这种很轻易被拆穿的谎言？把我当什么？若不是我知道他是裴世香，根本不会对峙，只凭这枚袖扣就足以彻底相信他是凶手，就像之前一样。大嫂，怎么了？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？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受伤。这与你何干呀？那群马匪本来就是冲着聘礼来的，要说还得是我连累的大嫂才对。我帮你把这个袖扣换一个吧。不用，这袖扣本来就是飞燕送我的，她是个小心眼，越爱吃醋。你是真心要娶她吗？大嫂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自然是要娶飞燕。你为什么要娶她？你爱她吗？大嫂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的婚事是我点头的，什么叫跟我没关系？我现在反悔了，不想同意了，行不行？啊！我知道，连陆文健都背叛了你，所以你要隐藏身份。可为什么别人能在你身边，我不行呢？裴世香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大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大哥走了以后，你深感寂寞，看到一张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脸，动了心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不是裴世香，看清楚。好，裴氏也是吧？我看得很清楚了。大嫂，谁是你大嫂？谁家好人弟弟和大嫂做这种事情？我们合作。合作？你有裴氏宗族的支持，我有诗香留下来的印信，与其各不相让，斗个两败俱伤，不如各取所需，好好合作。你就为这个？也不全是。你就当我实在是寂寞难耐，很喜欢这样的一张脸吧。毕竟诗香不是小心眼爱吃醋的人，她一定会祝福我找到幸福的。他不是啊，他极为小心眼。今日召集大家，是为了重整业务，提高效率。如今航运吃紧，各码头条块分割，调度迟缓，弊病丛生。我决定统一调度。大嫂，城东3号码头沿江西路仓库以及通往乌镇的运输线，以后交由我直接管辖。请大嫂将相关印信和人员名单移交过来。二少爷，这些线路和码头都是诗香生前耗费了无数心血才打通的关节，这是裴家的命脉所在，岂能说移交就移交？二少爷对裴家的生意还不是很了解。是不多，可我姓裴。原来二少所谓的调度，所谓的商量，就是为了夺权吗？夺权？大嫂言重了。正因为裴氏家大业大，才更不能固步自封，墨守成规。大哥的布局是不错，但时移世易，旧办法跟不上新形势。诗香才走了多久，你就要将他定下的所有规矩推翻？你这根本就不是为了重整业务，你就是急着把他所有痕迹都要抹掉。我正是为了裴家大局着想，倒是大嫂抓着权柄不放，究竟是为了大哥，还是舍不得掌权的滋味？
裴师爷，我好歹是你大嫂。裴家人认，你才是少奶奶；不认，真以为拿着印信就可以为非作歹？二少爷、少奶奶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动气？我可没有动气，倒是大嫂，怕是被我说中了心事啊。恼羞成怒了吧？好一个裴家二少！二少既然执意如此，那随便，但别把世香的心血败个精光。一个外姓人，还真拿上事儿了，早晚踢出裴家。陆掌柜，相关事宜由你即刻接手办理。是，二少爷。少奶奶和二少爷都是第几次吵起来，一次比一次严重。我们仰人鼻息，自求多福吧。阿和，裴二少咄咄逼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过来沉稳，这一次怎么会如此失态？一想到他跟世香的死有关系，我就忍不了。秀客的事情你查清了？我趁机进了他的房间，看到了西服上缺的袖扣。他竟然会干出杀兄的勾当！不仅如此，我还在他的房间翻到了一些文件。发现了什么？他根本不是为了重整业务，而是安排了一条新的秘密路线，绕过了所有常规检查点，计划在3天后的子时运送一批重要货物。他这么着急把我踢开，插手核心运输，做的又是这种遮遮掩掩的勾当。我怀疑和上次那批聘礼一样，和世香的死脱不了干系。果然如此，时间和细节都和我探听到的消息对得上，看来此次再也不容有假，岂有此理！阿和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他个现行，看他如何狡辩。岂有此理！阿和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他个现行，看他如何狡辩。不过，如果他说是对新线路的尝试，那也没有办法。要是发现违禁品，那就不同了。魂剑，太谢谢你了，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阿豪，等这件事了了，裴家拨乱反正之后，你的责任也尽了。你愿不愿意试着忘掉过去，开始一段新的生活？有人一直在等你。我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，还是等到时候再说吧。好，好，阿和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等我。大嫂的魅力果然非同凡响啊！我看也没什么必要做局了吧？大嫂，你3言2语便能让陆大掌柜死心塌地，为你赴汤蹈火了。我看二叔说的有道理，陆掌柜还没走远，不如我把他叫回来，试试美人计。阿和，你不要仗着。仗着什么？仗着你喜欢我？我若没有这点魅力，二少怎么会选择和我合作呢？谁家正经小叔吃自己寡嫂的醋啊？你说对吧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们还有正事。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很危险？我不怕。大嫂，我承认，我跟你合作确实有别的心思，但你可就不能3心2意，再和别人。醋坛子。好了，
我们还有正事呢。我会把人都安排在这里，从仓库的2楼出发，走到这里。到时候陆文健自然会扑个空，你可以治他一个治下不严，把裴家剩余的线路拿过来。不够。陆文健自小在裴家长大，是大哥最信任的人。若他想要的只是裴家，大可慢慢渗透，不用如此着急。我想，他背后应该有更着急的事啊，或者更着急的人。你是说，想揪出他背后的人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背后的人应该来自扶桑。不可能，应该来自扶桑。不可能！你说陆文健和扶桑勾结，国仇还是家恨？他总分得清吧？难怪世相他一直要推开我，根本就不是裴家的家产之争，竟涉及国本。裴家产业遍布全国，扶桑人一直很想和世相合作，软硬兼施，但世相始终没有同意。名为合作，实则吞并。要是让这帮狗贼拿下了裴家，与卖国何异啊？所以他们杀了世相，分化裴家。那这批货物到底是什么？阿豪，这件事啊，你已经牵涉进来太多了。现在你就安心待在裴家，静观其变，适当放松陆文健的警惕。至于剩下的局，你也帮不到什么。谁能帮？飞烟姑娘。她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那这几日我就多去找找陆文健，实施我的美人计。不必。怎么，担心我的美人计没有用？二叔啊，管不管用，你不是最清楚的吗？对吧？我说过，要想跟我合作，就必须得选我。可我却觉得，很多时候你还不如陆文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打我干什么？从陆文健的视角来看，我和他的每次合作都是失败的。在他还不清楚我是否完全可信的时候，他就敢一步步抛出他的底牌。而你呢，裴师爷，你到底要藏到什么时候？阿豪，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很好，无可挑剔。比起飞烟姑娘呢？你总是跟她比什么？他不见得想到你保护在背后的人，他可以站在你身边。既然很好，无可挑剔，那换不来一个在你身边的资格吗？阿豪，不是的。阿豪，飞燕跟我说过，也许我一直想保护的人，也想跟我一起并肩作战。好了，阿豪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裴世香生前最后一次出门，是为了一批药。药？消毒药、抗生素、苏往西北，是前线紧需的一批物资，可能会影响最终的战局。我事先安排好了路线，可没想到我人刚到旅店，就出了事。
开门啊！外头有没有人啊？开门啊！裴世香，你早就该死了！开门啊！那后来呢？后来是飞燕救了我，还将我随身的信物放在了另一具尸体身上。随后，我就得知了宜兴旅店大火的报道。大火烧死了住店旅客和工作人员，死亡32人。那次出门啊，没有人知道我具体要做什么。至于行程，知道的也只有寥寥几个人，这样还是出了事。我知道家里有鬼，而且是我绝对信任的人。更重要的是啊，他为了伪造成意外，竟然生生的害死了32条人命，心肠太多。所以你就是想换个身份来调查真凶是谁？那我也在你的嫌疑人名单里了。怎么会呢？就是觉得我口风不严，会暴露裴少的行踪。我呀，就是想看看你这个寡嫂，看到我这个小叔子是什么反应。你可真让我失望。裴世香，调侃我。毕竟世香沉稳有余，不如二叔的这般日常有趣生动，懂得逗人开心。我还没跟你算账。阿恒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阿恒，裴氏的关系错综复杂，我已然将你拉入泥潭，但我起码还有自信能够保护你。但现在社稷复丧，我不敢赌。你不是不敢赌，你是想赌个大的。这次你不仅仅要给陆文健做局，声东击西，将真的那批药品送出去，哪怕这批药的代价是付出你的生命，你也会做。裴世香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瞒着我是在保护我，连你自己都信了？其实根本不是啊，是做好会死第二次的准备，所以想着不要相认，是不是？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反正我现在也过得很好，我会拿着你留下的财产，过得很滋润的。裴家没有人敢来欺负我，我也会很快忘了你，去跟别人在一起。我还要……阿恒，你不要忘了我，你也不要跟别人在一起。我承认，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度，我会吃醋。一直以来，都是我不能没有你。是生是死，我们一起面对。不，这次我们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对，我们一定会平安的。南阳香廊那些老客户与诗香交情匪浅，你说还就还，以后谁还敢和我们裴氏做生意？大哥是大哥，我是我，如今裴家是我裴氏也说了算。你别忘了，一心还在我手里。管家，把账本拿来。是。大嫂连这点小账都要亲自过问，是怕我贪墨了你那点提几千吗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尤其对某些半路回家、名不正言不顺、一心夺家产的人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敢推我？你想死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那几位一直是少奶奶负责的存取接待，都有旧例。我呸！什么旧例？裴家现在是二少爷当家，生意上的事全跟二少爷说了算。少奶奶说了算，二少爷说了算。奶奶说了算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什么意思？再说一遍。大嫂，听见了吗？下人都明白的道理。如今心思都打到钱庄上来了，告诉我，我在这，你休想弄到一分钱。苏恒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
陆桑，这位裴少奶奶很是厉害。你确定她真的能为我们所用？田中先生，你也看到了，他们二人已势如水火。如今内宅有一群族老刁难，生意场上裴氏也步步紧逼，早已是举步维艰。他要想复仇，就只能仰仗您的力量。我曾数次向裴世香发出邀约，我给出的条件不可谓不优厚，是他太不懂事，才会落得这个下场。裴少视我为敌，这位少奶奶，我很难相信啊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有些事情是可以演出来给外人看的，总要有点实际的呀。我明白了，我定会让他拿出让你满意的通灵咒。白天茂名不正言不顺，一心夺家产的时候，不是挺厉害的？不然呢？难道要人前对你恩爱，夜夜留你宿在我房中，这才叫人怀疑呢？我的好小叔啊！你不许再这样叫。为什么不行？白日里听惯了，晚上不觉得刺激吗？小叔。路线我都准备好了，真的万无一失，假的也足够逼真。接下来就得由你把这个消息不小心泄露给陆文健和他背后的人。我怕来得太容易，反倒不会相信。辛苦你了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杀了裴世野？我忍不了了。少奶奶，慎言。你明明说过背后另有大人物的相助，可现在裴世野在裴家越发得意洋洋，甚至7天后就要在和平码头。什么？你知道的，裴家是世香的心血，我不想把全部都拿去赌。你放心，我在裴氏这么多年，不会让他倒下。我做的这一切，只是想为世香讨个公道。你知道些什么？这是我动用了世香最后的人手收到的信息。太好了，只要消息可靠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码头拦截那批货物。裴师爷，看看你对裴家还有什么话好说。阿和，我想你很快就会见到那位大人物。好。对方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既然约好了见面，为什么又不现身？是怀疑我吗？飞燕姑娘，您的餐食请慢用。多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收到情报，这里有扶桑的高层军官在进行重要的秘密会谈，看来是陷阱。我报你了。那你赶紧走啊！你以为被试探的就只有我吗？能让裴世野念念不忘的女人，我相信是聪明人。随机应变。你
裴氏也杀了世香，我会这样吗？你是不是也参与了？来人呐！有刺客混进来了！我活不了了，也绝不允许你伤害诗雨。少奶奶，我活不了了，也绝不允许你伤害诗雨。少奶奶，上啊！谢着我，你就可以走了。啊！是也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会有报应。我杀人了！我杀人了！卢桑，这才叫投名状，而不是一封真假难辨的路线图。你得明白。嗨。还记不记得4年前那个雪夜，你给过一个快要冻死的妓女一条围巾？姑娘，阿好，看穿着打扮，应该是做皮肉生意的，别管他。乱世之中，人人都只是为求自保，还分什么高低贵贱？我是学医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对不起，阿好，是我太狭隘了。他求生意识太弱了，救不了了。我只能帮你活着，你要自己活下去，只有活着才有希望。是你，谢谢。我杀了你！飞燕，飞燕，放开！她是我未婚妻。二少慎言，您这位未婚妻不简单，她是革命党。什么意思啊？她今日乔装打扮，企图刺杀田中先生，多亏了少奶奶出手相助，才避免裴家与扶桑相继交恶。我想，二少应该也是被那女人蒙蔽了吧？总不至于你也是革命党。我不知道。那就好。看来二少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裴少奶奶更是巾帼英雄。想必今后我们扶桑和裴家的合作一定会十分的顺利。二叔好歹和这个女人也有一段情，还是把她带去安葬了吧，免得外人说我们裴家冷血。放手！那我还得多谢大嫂体恤了呗。飞燕，我带你回家。这个仇，迟早有血债血偿。阿航，你不用担心，只要田中先生在，裴师爷不会伤你分毫。田中先生，恭喜裴少奶奶，让杀父仇人也体会到了丧妻之痛。
世香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终于成功了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真正的凶手付出代价。只要有田中先生的帮助，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了。原来，你说能帮助我的，居然是扶桑人。如今到处都是扶桑军队，拿下全国只是早晚的事，顺势而为才是正道。阿和，你有裴氏宴席，有钱；田中先生有军队，有权，这才是真正强强联合。到时候，别说裴氏的遗老遗少，没有人可以站在我们的头上。看来裴少奶奶是不愿意。我只是个深闺妇人，不懂什么国家大义，什么权益财富，只想替王父讨个公道罢了。谁替我报仇，谁就是我的朋友。这是我从那个女人身上搜到的，如果有用的话，就算一份提前的回礼。路线图，没错，就是药品运输的路线图。这条线比之前少奶奶运输的那条还要详细许多，这中间的细节、暗线完全一致。裴师爷果然是要走这条路。哟西，裴少奶奶，你已经证明了你的价值和诚意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就按照计划行事吧。太危险了，你不该来。我必须来送送他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他可以逃掉的，他明明可以逃掉的，但是他为了掩护我。好，这不怪你，就只是路过，给了他一条围巾而已，根本就不算什么救命恩人，根本不需要他。飞燕跟我说过，你送给他的不只是一条红围巾，还有尊重和让他活下去的勇气。飞燕是个战士，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假情报在田中眼里的真实。飞燕求人得人。阿豪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只有让田中真正的走进陷阱，把药品成功的送出去，飞燕才没有白死。飞燕，伤害过你的那些坏蛋，一个都不会放掉。你想保护的人，一定会得到庇佑。飞燕，承办就在明日，就在明日。快点，把货物转到那边的车上。临时检查，所有货物开箱。什么人啊？这裴家的货，谁敢查？查的就是裴家的货。少奶奶手签，盖着裴氏的印章，你们不会不认识吧？大掌柜，他们不让查。不让查，说明心里更有鬼。可是毕竟是二少爷的货，要是真的动手，怕是不太好交代吧？把那箱子留下来，真出了什么事情，我来承担。好。开枪！我看谁敢！这是我的货，谁敢开枪？二少是我，有意见吗？大嫂，如果我记得没错，这条线给我了。这不代表你能运送违禁物品，败坏裴家名声。空口无凭。那就开箱。那若是货物受损，
应当如何？陆文杰，你就是我裴家一个掌柜的，管起我来了。别说这没有违禁品，就算有，你能奈我何？裴先生，这里现在受扶桑管控，我有没有权利让你开箱呢？大嫂，你既然真的跟扶桑人合作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还是二少你教我的。你站在这里，把开箱的过程记录下来。是。裴家居然敢不顾禁令，运送违禁货品，这是我们绝对不允许的。你愚蠢的行为将会葬送你整个家族。如今，我的士兵应该已经包围了你整个家族。田中先生，你没有说过要对付整个裴家。是啊，我们不是提前说好，让少奶奶彻底接管裴家，会在商会上明确表示投靠你，和扶桑合作，作为全国商会的代表吗？扶桑，你是在跟我谈条件吗？少奶奶，我很感谢你为扶桑做出的贡献，可是我这个人喜欢把所有东西拿在自己手里。反正你曾经说过，你别无所求，只想为丈夫报仇。那我不但可以满足你的需求，还可以送你早点和丈夫团圆，好不好？田中，你出尔反尔！卢萨，我一直以为你是忠诚的朋友，这太令我失望了。不，田中先生，我可以表忠心，我还有用。不，田中先生，这里只有我熟悉裴氏家族运输方式。如今大少奶奶和二少爷都死了，底下的人难免反弹，我帮你管理压制。卢掌柜，我原本也是这样计划的，可是你爱着裴少奶奶，她死了，你会记恨我？不，我可以杀了他，做投名状。陆文健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心。你懂个屁！裴家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好不容易死了一个裴世香，只要我慢慢接手一切，本来顺顺利利，结果又来了一个弟弟，一个毛头小子，没见做过任何贡献，就敢在我面前拿枪，凭什么？是不是你杀的世香？阿和，你果然聪明，这么快就想通了。别叫我阿和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也好，我们夫妻俩都死在你手里，黄泉路上也有个伴。不，阿和，我不想杀你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他裴世香就是想当大圣人，什么人都想救，最后才落个尸骨无存的下场。你也是，一心想为着他报仇，才会被我几句话挑拨。看不清真相的不止我一个，世香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，他给了你一切。那些本来就是我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反正你也要死了，告诉你也无妨。你大哥，还有你那个死去的爹，都是你们欠我的。什么？因为我陆文健，我身上流着你们裴家的血，可我从小像条狗一样跟在你们身后，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娘是个下人。陆阿姨，她跟我爹？没错，姓裴的既然那么在意名声，又为什么要招惹我娘？既然招惹我娘，又为什么不认我？他裴世香从小到大是人人簇拥的天之骄子，少年英才，而我呢，比他差在哪里？我一直劝自己认命，或许人的出生就是有高低贵贱。我好不容易认命，偏偏又让我知道我和裴世香流着一样的血。你比他差的太多太多了，起码他永远不会做出卖国求荣这样的事情。对啊，还有你，连你也被他抢走了。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，明明是我先喜欢你的，结果呢？记得那一天，裴世香回来了，告诉我他找到了心爱的女子，兴冲冲的拉我过去，要介绍给我认识。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偏偏是你？从那天起，我就下定决心
我要杀了他，他会属于我的一切。我说到做到，他果然死了。可你又来了，我费尽心机，是你这个野种突然出现，拿走了一切。我果然与裴家犯冲。你的投名状是我，要杀也该先杀我。阿航，你怎么会这样？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爱你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叶文静，你爱的只有你自己，收起你这副嘴脸，让我恶心。阿航，如果你愿意跟着我，我可以向田中先生求情，饶你一命。可你不要怪我，田中先生，我等你的命令。精彩啊，精彩！可是我今天是来办正事的，不是来听你们的爱恨情仇。锁已经打开了，裴家再多的辉煌，随着这批妖品的现世，都将不复存在了。你打开。你没资格命令我，更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到我。有意思，现在的二少倒是真有几分哥哥的样子，都是那么让人讨厌。你打开它。是。怎么回事？八哥，还拍，不嫌丢人吗？田中先生，陆大掌柜，二位兴师动众，就是为了抢走这些石头吗？早说呀，路边多的是啊。相机别砸坏啊！不是说要登报吗？我还打算买一份珍藏呢。你们联起手来杀我，难道不怕死吗？死有重于泰山，轻于鸿毛。你们这种人不会懂的。我成全你。开枪！开枪！我们是不怕死，但也不想死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应该想到，我们既然敢耍你，就一定留有后手。只是田中先生，你太得意忘形，所以只有愤怒。别忘了，裴家还掌握在我的手里，你们难道一点都不在乎吗？我们的人已经全军覆没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在乎裴家的所有人，猫、狗、鸡，总之只要是能喘气的，入夜之前都已经撤走了。怎么可能？裴家这么多人，又是一盘散沙，这么大规模的撤离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当然可能，因为他们起码会听我的，会听我裴世香的。你怎么没死？那遗体上的戒指，你恨我，想杀我，无论如何总算是有个理由。但你一把火烧了旅店，整整32个人变成了灰烬，他们有什么错？32具被烧焦的遗体，仅凭一个小小的戒指，当做凭证认定身份。想要作假更简单，去找一个身形相像的人。陆文健，从一开始你就错了。你呢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他是裴世香的？从你策划那场假的聘礼运输，想要他人赃并获开始。不，甚至更早。我不可能认不出我的丈夫。原来从一开始我就步入你们的圈套，所有的争执、争吵、仇恨，原来从一开始你们一直在演戏。你们一开始就把我当小丑一样。田中先生，抓住他！
对你，我没有错。文静，你错了，从头到尾你都错了。你不是裴家人。当年你母亲被土匪，怀了孩子，精神失常。那时候我父亲还年轻，念他孤苦，不忍他流落街头，甚至自寻短见，便带你二人接回府中安顿。他想着收你做义子，陪我一起读书习字，起码有一个安稳的前程。后来，你母亲受创太深，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，就不断的告诉自己与裴老爷两情相悦，而你是无法认祖归宗的大少爷，这可能是他活下去的理由吧。久而久之，连自己都深信不疑了。文杰，从头到尾，你所有的怨恨和不甘都是假的。这不可能！给我证据！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！陆掌柜为了裴氏尽心尽力，突遭意外，不幸离世。他在世已没有亲人，便入裴氏祖坟，好生安葬了吧。好的，大少爷。你刚才说的故事是真是假？至少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：裴家真真假假，有太多秘密，太多事情，再也无法考证了。裴少，少奶奶，那田中果然逃到了莫尔峡，和你们约了的分毫不差。被埋伏在那里的人直接逮了个正着。那就好，还好他顺利逃走。要是让他真死在码头，对裴家来说才是后患无穷。真正的那批药呢？也已经顺利送出去了，相信最多半个月就能送到前线。辛苦了。真正辛苦的是你们才对。为国出力，谈什么辛苦？既然事情了结了，那我便先行告辞了。这么急？战事紧急，耽误不得。而且，我想走之前去飞燕的墓前看看，就先行一步。这些好消息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他，他一定会开心的。是啊，对。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裴氏树大招风，又沉寂难返。大少爷意外离世，二少爷是个纨绔，少奶奶不堪其扰，交出印信，自此离开。二少败光家财，裴氏四分五裂。裴少奶奶可以不离开吗？阿恒，我不想仅守护裴家一姓之产业，更想利用裴家的资源和影响力，为这个国家做更多事，将裴家四散的力量在暗处重新拧成一股绳。你要帮我？我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太阳出来了，我们都还活着，真好。真好。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那恐怕不行啊。田中只是一名军官，他没了，还有田左、田右、田上、田下。你怎么现在跟裴氏也一样？大嫂，你要是再这样说话，大哥可是会吃醋的。